还在头悬梁锥刺股当学霸吗？你还以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就能平步青云吗？你还把本硕博连读当成卖身资本吗？你还在和世间没日没夜的码字冲刺过劳死吗？人生苦短，山东就职电焊工移民澳洲的梦想，你何以复制？是时候换个活法了。挖掘机，挖掘机，挖掘机技术大加强。挖掘机，挖掘机大加强。山东技校找蓝翔，来蓝翔只要888，不是888，更不是888。你可以学到江湖失传多年的挖掘机员工履带绝学，把经 VIP 履带绝学。你可以掌握精度一流的创四手艺，掌握一流的车床车升级的手艺。你可以拖住极简锤比赛，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style， 心动不如行动。挖掘机技术大加强，山东技校找蓝翔。挖掘机技术大加强，找蓝翔，找蓝翔，找山东技校找蓝翔。挖掘机技术大加强，山东技校找蓝翔，月收入2-3万，山东技校找蓝翔。挖掘机技术大加强，蓝翔找蓝翔，山东技校找蓝翔，月收入2-3万，挣还倒跌你3万，山东技校找蓝翔。挖掘机技术大加强，挖掘机挖到蛋哪家强？山东技校找蓝翔。学蓝翔就要888，不是8888。好了，这个不扯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包王和河池的一场比赛呢。这场比赛真是应该说啊，惊天地泣鬼神，动如蛟龙吐火球，静如无限吐口水啊。这个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呢，对于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特别的来气。我觉得这俩人活在世上啊，真的是啊，我就感觉就打扑克的托人王，你知道吗？啊，就这来的，你知道吗？啊，劲儿的啊。当然，这场比赛呢，说句实话，咱们看一下啊，是来自于包王和河池的一场小五强的比赛。也就是说呢，不允许使用主力，也不是说不允许使用主力啊，不允许使用五强啊，也就是这个2神3兽啊。说句话呢，现在呢五强定义呢很模糊，但是小五强定义啊，咱们就是说对于1v1来讲的小五强定义呢，也就是说像这个第一组的3个人加上玛丽和特瑞，这就是小五强。那正常来讲呢，其实小五强肯定是要比非主流要强一丢丢啊！不管你用什么非主流，比如说像你比如说你用东丈啊，对吧？你用罗伯特，你用这莉安娜这些非主流呢，其实它确实照小五强差一些，大家伙儿就不要再扯了。不过也有用一些这个非主流当主力用的，这个除外啊，这个除外。你像这个臭臭啊什么之类的啊。好了，第一局上来呢之后呢，可以看到何老二啊，他这个特瑞呢啊，我知道他特瑞玩法的属于那种飘逸型的，但是呢，他曾经啊这个打这个非主流比赛当中呢，他获得冠军是靠这个莉安娜啊，还有当时有一个叫李草，就李草基精，他是获得了一个冠军，那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很古老了。但是后来呢，有几次非主流比赛呢，也不是非主流啊，就是非五强比赛，你会发现啊，这个还是这个特瑞啊，还是这个星星小孩，我觉得玩的非常不错。但在其他的方面上呢，咱没有所谓的最好或者不好。第一局呢，咱们永远都是在试探啊，这应该说就是在这个讲解一下吧啊。包王呢，因为他在这个玩这个龙珠门包这个之前呢，他也是玩这个什么东丈玛丽和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叫红丸。就是这些人，就是当时他用这些当过主力啊，就当过就是常玩，反正是后来才选择用那些什么五强啊、包子之类的啊，叫包王。而河池呢，说句实话啊，全人物精通，这个跟小鸭差不多。所以说，你看，但凡啊这个非主流比赛或者说是小五强比赛呢，可能他不一定获得冠军，但是3问他一定会。然后这个比如说就是小鸭和河池，他俩就是几率太高了啊，你懂的。当然可以看到第一局上来2个人都是选择了大门。小五强方面上呢，包王是红丸玛丽，这边是这个大门玛丽。
然后呢，加上咱们说这个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人物，就是特瑞。其实现在用特瑞人很少啊，你看我之前用这个什么这个解说，包括像林小婷，还有这个老妖啊，以及这个那叫什么杨小草啊，就是这些人呐，说句实在话啊，玩起来呢可能并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不出彩，不是因为他玩的不好。主要是因为没办法，你就一个草地精，而且就算你3个草地精，你也打不过人家拔珠门、拔珠鹤、什么拔河马之类的，打不过，完全打不过啊！而且呢，本身技术呢可能也没有达到最顶尖，所以说呢，在之后啊，咱们大伙儿看啊，喜欢非主流小五强比赛的话，小狼会这个经常给大伙儿做啊，这个大伙儿放心啊，这肯定是让你们这个看到，而且呢，绝对是高水平的信息。比如说今天这条视频，今天这条视频你看完之后呢，如果你要是你感觉就是小狼，我这感觉有点，我感觉看完这条视频我想自杀，那这事儿赖我。但你看完之后你想杀人，这事儿不赖我啊！我跟你说啊，我提前说好啊。好了，0-1，河神呢是拿下了第1局。说实话，刚才呢也是后来大门玩的稍微好一点，特瑞打了一个好头。玛丽呢，由于他这个接升龙出现失误啊，咱们就对他呢就没什么夸奖的这一面了。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破防，直接把人打晕。弗劳二真是一个非常能装逼的人啊，就是河大嘚瑟啊！你看他这个打完之后呢，这个破防衔接的非常不错，跳跃重攻击破防，这个重腿特殊技接后啊，差一个升龙，那这个晕值是非常高的啊。特瑞的制晕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在角落里的话呢，一套晕那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套晕啊，没有比他再简单的了，你懂的啊。好了，当然咱们看看现在特瑞跳过来下轻手度不高。用这个气功打完之后啊，特瑞收招非常快啊，就甚至是人就是能量闪身效果都不一定这个能够达到可以去抓特瑞一套。特瑞呢缺点呢也是在小五强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因为除了玛丽和大门，你会发现小五强除了玛丽和大门呢，这也就是红丸有一个指令头，其他2个人指令头就是非常弱，还没有像这个千鹤那么强的压迫能力。所以说你看现在玩特瑞的人呢，如果不带连创的啊，特瑞确实不行。如果说办一个带无规则比赛的，那特瑞啊绝对是1哥啊，没有第2。好了，这踢一脚，咱看包王这非常来气啊！踢一脚之后马上就跑，占优势就跑。你会发现啊，就是包王就是如果要是这个给所有拳皇高手封神的话，包王是掌管时间之神，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时间在他这儿一定是妥妥的。我跟你讲，就是掌管时间之神啊，就是明显的就是包王一玩就留给对手的时间不多了啊，你懂的啊，就跟中国队似的啊。好了，看看这个升龙呢是有点嘚儿，可能是这个不是可能，他练升龙的时候对方已经大跳过去了，2匹呢留有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一点呢升龙就包括打强转和强制这个逆向都有一个骗对方出大升龙的机会，比如像什么千鹤啊、玛丽呀啊，包括8神也都算上。来，咱们看现在朝天角。再裸一个升龙，河池呢，就是他有一个优点啊，这是任何拳皇高手，就包括灰和老 K， 就是他用升龙啊，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他升龙真是靠自己的反应速度，以及这个玩街霸啊，以及不是包括咱们的这个不是木牙啊，就是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战斗经验。他这个升龙呢，练完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啊，可以解围。所以说，一个防守好的人不一定是一直给他防着不挨打，而是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会找适当的情况进行反击。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呢，这个河池面对包王的话呢，虽然说优势很大吧，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包王的大门啊，还是有的时候啊，还是挺劲儿的啊，你懂的啊。刚过来前跳地，腿绊1点，左右朝天。看看我包这一局啊，好的一个吸尘器式的蓝之山，一言不合啊。一言不合就是蓝之山了，这样的话是一个0-2。我包呢，应该说开场打得不好吧？我觉得他红丸打冲头，其实包王的红丸，我觉得应该是属于非专业玩红丸的人的顶级的红丸了。专业玩红丸的就是龙王爷呀、鸭王啊，还有这个深圳那个叫阿明，但他们仨呢玩专业玩的。你要说单挑谁能打过谁，没准儿。不一定专业玩红丸的人玩红丸就一定会厉害。你比如说单挑的话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你想把红丸排到八鹤丸，红丸排到最后一位可以多留气，这个你们懂的啊。那有的人有气儿玩的不一样，那1v1的话也不一定。尤其是你上来你选择这个排头打的话，那是肯定是憋屈的。所以说包王这一局也是非常聪明，选择用这个玛丽排头，但是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好了，这一次一个远距离跳落跑抓，这个特瑞并没有使出自己的镇山绝学升龙拳啊，看原地起跳，留给
留给河池的时间不多了啊，就是你只能是这么说啊。我包这个控制时间之神啊，掌管时间之神。就你看那个死神里面有那个虚啊，那个你要掌管时间啊，那真的是好了。哎，这个时间这好了，这个应该说啊，这个碰见什么样的对手，你也可以用对方引以为常的东西去打败他。你看那个倚天屠龙剑之魔教教主，就是李连杰演那个啊。什么意思呢？你看，就那个少林寺那个龙爪手那个啊，那小子演那个《西游记后传》里那个孙悟空那小子啊，就是那小子就什么呢？就是他一上来啊，就非常牛逼啊，攻击力非常超强。然后呢，啪一个九阳神功，这哥们就说了一句啊，我的战斗力只有6000，他最起码10000以上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呢，这个用少林龙爪手啊，就战胜大师不算不幸。也就是说，河池如果归死了包王，河池就是很尊敬包王。这个道理我怎么听着不是那么回事呢？我怎么听着感觉怪怪的，弄得我心里乱乱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包王归的话，你跟他归，你归死包王，人家包王说：“包王，你看我非常尊敬你啊，我用你的方法把你打死的，多气人！你说啊？好了，看看这一局，升龙过来，暴气一点，腿把一直再往前跟。其实红丸打玛丽好打，我就发现我这个嘴呀，我真是啊，我感觉我这嘴我咋的，我吃槟榔了，我是咋的啊？原地跳臂，咱们看这，其实这个我感觉包王这个男人嘚瑟溜啊，男人必须得色啊，男人得瑟溜。你这个招发的劲儿的，我就觉得啊，那当然呢也是也是运气问题啊，你被人打了一个超必杀太疼了。好了，跳地这个架招没有形容啊，好像是反重腿吧，哥哥啊，踢过来抓过来一个8个阵，又是裸生龙，何时这个裸生龙真是太恶心了啊！好了，抓过来，后闪身，一个大阵，阿丽萨的林萨。如果玛丽和猴子的这个死的那个音乐连在一起，就是阿丽萨的林萨伊迪亚斯，就这个啊，那绝对是没谁了啊！来看看两个大门，这个你看这个何老二明显这个脾气啊，这一说话一股小洋葱味儿，你看看见啊？这好了，这 CD 一个取消。如果倒地不受身的话，可以确认震一下啊。你这个我包也是暴气，两个人都是火爆脾气啊，这一点就着，朝天大椒。我包慢慢来，哎不行了，一个轻攻击就能摸死。这前几What's this 啊？好了，一个重攻击踢人太疼了。不得不说，你看啊，朝天战臂，暴气朝天啊，暴气朝天呐。我感觉包王就是他这个暴气是为了正好打这个节奏，我感觉贺老二就他这个挺气人，你知道吗？一个暴气就何止，我操，这么好的机会，前想要出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招就是骗，我跟你讲，这招就是现在我告诉你什么叫做骗术，知道吗？啊，就是当然那个我想说啊，我包呢还是啥呢？有点这个这有点是骗的这个含义，有点像那个玛丽把人打进角落打倒了之后呢，选择一个暴气然后玫瑰一样啊，欺负老实人，你想就是。好的一个升楼，这局我包呢，玛丽上场没有什么好的，这是一个活肉计。没有什么好的这个进攻机会。其实玛丽打特瑞的话呢，很多人说，如果玛丽跟特瑞打，谁克谁呢？像这种欢喜冤家，我觉得没有什么谁克谁啊。特瑞好了，这个特瑞的话肯定是要避免被玛丽打倒，或者说在角落里这个有正面的压制基础。只要不被压制，两个人打牵制的话，特瑞是不怎么害怕这个玛丽。尤其是两个人拳脚方面上的玛丽呢，这个是判定比较高，可是呢，他的打血呢并没有特瑞多。特瑞呢，这个你比如像一些步步高啊、战臂呀，同时呢，这个特瑞呢可以在这个远距离呢用一些比较恶心的招式啊，比如什么下轻手啊，包括像什么气功啊，可以来牵制一下这个玛丽。好的，看这一局，这个闪身，包王玛丽居然是超，哥。居然没选择接升龙，然后选择了下轻手，然后直接接上一个爆炸。咱们看一下啊，这个 AB 闪过来之后，这种前进手，这是压制起身，择左右啊，没有指令头的人，你吹牛逼，你要打大门的时候，你敢这么玩？我管你闪在我左边，闪在你右边，我就是干你，我就是抓你啊！好的，包王这玛丽超神了，有如夜风附体啊，前跳地，原地起跳 A。这个可以确认，如果大门如果起跳的话呢，玛丽可以选择一个原地跳重手，然后点轻腿，对，点14点钟，你懂的啊。哎呦我去，这什么招啊？这是一个远 C 头啊。看来这个包王对于玛丽呢还是掌握的不太好，
他下 B 下 A 之后呢，取消之后呢，可以往前打吸尘器玫瑰，但是呢，最终呢并没有吸出来，也可能是对方有防御姿态切防了啊，那没招了啊。回身一刚，站地一脚 AB 闪身后跳 B， 男人低侧柳，这个套路就是应该是打对方能量闪的。好了，回身再一个跳 B， 这一局马力呢应该说优势太大了啊，所以说并没有让这个河池抓住一点翻盘的机会，而且红丸呢也确实是在对方闪身的角度上来看啊，还是在什么角度上来看啊，都是非常的靠谱。2比2平，两个人直接打成了平手啊。这一局和老二看看放弃了女性角色的玛丽。其实河池用玛丽的话，我看他有几个亮点，也就是出升龙，再有一个就是对方那个男人低色6失误之后，他重手前一手接必杀，也就这两个了啊，其他的就没什么。所以说放弃玛丽，我觉得还可以。而河池的选草地精，我觉得他是专业草地精了啊。他玩草地的话呢，曾经是研究怎么去用草地精和这个莉安娜去打老 K， 因为当时老 K 的大猪非常讨厌嘛啊。好了，包王明显玩这个玛丽也不是很专业，他明明知道对方跳过来之后呢，可以出一下轻腿，但是打中之后呢，并没有接上这个传说中的升龙这个空夹，所以说非常嘚儿的，你懂的。看看特瑞，站臂过来轻手挥空，蹲起前重手气功，没有气儿就可以往前无限的打。特瑞刚才那个位置如果踢跳轻腿的话是最好的。好的，前又是一个重攻击。如果刚才踢出这个跳轻腿的话呢，我觉得河池这2点应该是不会中的，最后也不会死。但没办法啊，没办法，还是被克。这几局包王的玛丽呢，应该说对于对方的特瑞啊打得还可以，最起码都是赢的啊，差点1v3是一个，再有2点呢，这2个差不多都赢，所以说玛丽还算可以。这一局面对好的奈德洛重手直接毒咬。很多人说这个招式小狼我听不明白，什么叫毒咬，什么叫荒咬？正摇轻手就是荒咬，正摇重手就是毒咬，这个就是他那个名字啊，你愿意记就说白了，正摇重手，正摇轻手啊。说起来呢，念个名字稍微装个逼点。好的一个爆气，咱们看一下贺老二下重手前跳，直接一个空投。面对没有空投的人啊，这个空投，尤其像红丸这种空投，超低空的空投也是好赖。能量闪再次被抓 ，AB 闪身则起身一个男人雷丁体跳 C 重手2段，只能打单段之后的再2段踢。撩起来奈罗洛回身背刚，草地精应该说呢一直在突破对方的防线，但是没成。原地跳重腿之后呢，重手可能比较远，没有打中保利嘎。然后我包这个玩法就是赖逼，你知道吗？啊，你瞅，哎来了，保利嘎雷撒埋重手，哎呀这后跳臂，好像是晕了吧？怎么看？好，哎，这个好像有点。应该是没有，不可能，他是磨死的，刚才这种情况下带火的话，应该接战臂。如果要是带火的话，也可以选择接这个小升龙。很多人说接小升龙和接大升龙哪个合适？我倒觉得啊，接战重手呢，这个在某种情况下压制起来比较好。来了啊，保利嘎下轻手虚晃，踢他死哦啊！怎么看？他奈罗洛重手2段踢，他保利嘎如果再雷撒埋。然后他保利嘎，然后再一个保利嘎，然后下轻手接 B。如果2个保利嘎的话，应该会打出这个他死的偶尔也就是死机。但他这个一管血，这一管血真是，咱们看这一管血是没谁了啊！跳重手2段踢，保利嘎下轻手这个挥空，然后打这个反摇前轻手的这个必杀，蓄力打1点，然后啪3点，赖逼啊！这真是超级爆棚的伤害。我觉得何老二也是奔着这个玩法啊。能抓住这么一个机会装一道逼，这是他毕生的心愿，你懂的。来看现在2比3的比分，跳地过来 ，AB 闪身下重手，这就是特瑞比玛丽要牛逼的，玛丽就没有什么牛逼的下重手。玛丽的下重手呢，也确实是用处呢，也有几个用处啊。你比如像什么这个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用下重手起手，但是呢，一旦失误啊，下重手的话就非常弱逼啊，就收招也慢。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利用下重手挥空打这个玫瑰，然后来吸引。比如说像打这个千鹤，非角落里的打这个玫瑰的话呢 ，bug 玫瑰是需要用下重手，或者是前跑，或者是前走。但是话说回来呢啊，如果要是说玩的潇洒的话，可以用下重手，一个给人一种吸尘气势的感觉啊，那是非常装逼的一个玩法。但我觉得用处呢，主要还是近距离的站重手，不能取消出前轻手，也不能输必杀。所以说呢，如果碰到一些打中你身体之后呢，收招比较慢，但距离离你比较远的这种，你可以选择用下重手来起。看看红丸面对特瑞，站臂过来，啊，这不要死吗？啊，下轻腿3点接上一个必杀。其实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下重手直接接必杀啊。但是你话说回来，用啥招这些都一样，都是打死。然后你满气了。
你也没有必要说什么把气儿再多长点什么之类的啊，就这个意思。来看现在红丸2发面对草 T 跳 C 逆向下臂站 C 重手接毒咬3式倒地瘦身要约再打1点，哎呀站中腿前跳 C 重手2段贴一个毒乐土啊，好的选择保利感也可以。他主要是为了打第2段反摇，然后呢可以接上自己的这个，可以为自己长点气儿啊。说白长点气儿，也不是说装逼啊，长点气儿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站中腿明显是欺负这个包王这个乱动啊，明显是欺负了一道。前跳 CD 过来左右，看看怎么找这个机会。腿把毒了图，前跳 C 过来下轻手，再逆头上扶1点，前头上扶抓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云头大门。怎么去找这个机会？看看跳 A 过来往后拉，包王又开始包王领域了。咱们看一下啊，对，神龟比赛啊！你这多气人！你说哎，不是，其实我觉得吧，何老二也是挺气人，就是他知道自己打不进去啊，不好打，所以说他选择慢慢来，但也不好使。我就是踢你，我就是空防抓你，你爱咋咋啊！你爱咋咋，有本事你发波啊，有本事你发波，有本事你无色啊，你没有你扯啥呀啊！看见我包的魅力没有？这他妈才叫我包呢啊！浙江温州包王皮革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包王，这不行，这个不能骂人，不能骂人啊，这纯属娱乐啊！但是带着小姨子跑了这个事儿，其实是真的啊。那大家伙看一下，前跳地下臂头上扶，好的扣过来一抓。前这是重手，这是我死得死，还不如重腿呢啊！如果是后撩踢，如果朝天脚那最好，如果后撩踢的话也能踢到人啊。看看一顿虚晃反跑前跳落地蓝之山呢，我包啊，接升龙。其实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升龙必杀装一刀逼，2比4。我包呢，其实这一局还是很有机会的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蓝之山，我不知道他这个反摇腿他是就是图什么啊？我不知道他图啥。但是呢，他练他肯定有他的想法，他肯定是想要晃对方一个什么站中腿呀、站中手啊之类的，然后他起身抓。因为反摇腿跟闪身不一样，闪身你可以闪上到对方身后，但是这个反摇腿的话呢，你一定是在他身前面，这个叫超瘦身。好了，下臂反摇，前跳臂。其实红丸的这个跳轻腿啊，很牛逼的啊！打完之后呢，随时还可以取消出男人逼色溜，重手接正摇，站臂一脚，空防1点。这起身可以选择，刚才可以选择出升龙的啊，只是让包王觉得比较稳。好的，再下臂。如果要再忍一忍，不刚 CD 或者说是没有这个气儿的话呢，包括不出这个下轻腿的话，很可能会被打破防。一旦角落里破防了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像什么跳重腿破防了，那重腿后啊，重腿特殊技后啊差，然后反摇腿必晕啊。好了，这又是一个装逼的一个连招。但是刚才这个位置如果接毒咬的话，我觉得稍微合适一点。切身压制还能继承这个晕点。咱们看就是克制这个红丸的站轻腿，所以说利用下轻手啊。看看跳臂下盘2点，直接一个反摇，站重腿。你看包王一共就那么几个招式啊，站轻腿、站重腿、原地跳重腿啊，就这个啊。你看站轻腿、站轻腿，前跳重腿、站重腿，你看猜到了啊。回身一刚，站轻腿，原地跳重腿，玩的太气人啊！又有留给河池的时间不多了啊！你，我总感觉包王，你说是，咱实话实说啊，就是你觉得我是真黑他吗？你觉得我有黑他的必要吗？这我感觉就是你这个意思啊。好了，看看头上佛，好了，空摘一个抓，看看再找前，这肯定要朝天脚。这不用想啊，这个位置反摇手那纯属扯犊子，那是啊。看看站臂，前反摇手，醉了啊！好了，玛丽，轻手挥空站臂，原地的跳 C， 前腿把能量闪，河池利用能量闪的功夫还比较好，但是 bug 阵明显是扯了。2个前跳地，头上扶反摇，1个站，左右原地起跳蹬。好的，这个重手完全靠蒙啊！前重腿头上扶天地反，后闪身。1个阵，好的，这一局应该说包王一直被压着打，
大门呢，虽然说没有那种强劲的那种这种连续性的压制，但是他的拳脚就已经够变态了，尤其是像跳重腿，这跳重腿这个招很恶心的啊，推的还不远，然后呢还离得挺近，然后劲儿的给你朝天脚原地起跳套第一刀，好的吸尘器。本身第一个跳重腿打中对方空防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抓蓝之山了，但是何止还是非常猥琐的，不是猥琐啊，非常这个贪心的打了一个跳地再接抓，然后呢裸了一个阵。好了，这局明显心态上变好了啊，这个心态2比3，好的2-4型跑抓，2比5，2比2之后呢，应该说连胜3局啊，何老二也是不考虑包王的感受，连续几局吧啊，我都觉得呢。前面打的都还好，包王的大门发挥也不错，但是在大门对大门的这个节骨眼上呢，发现我包啊还是有点孬，就是怎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他打这个什么特瑞啊、草剃假设啊，就打这些人的时候呢，他这个玩法会玩，他两个人拼大门的时候呢，包王好像有点懵，所以说咱们看看接下来呢这一局呢选择了克拉克，选择了一个克拉克，然后。放弃了像这个小五强啊，大门红丸。其实如果说要我说克拉克打特瑞的话，我觉得特瑞占优势，因为特瑞的站轻腿啊，包括这个什么步步高啊，都比较克制这个克拉克的这个动作啊，包括这个升龙。而克拉克呢这个人物呢，只能靠贴近的抓呢肯定是狠的啊。当然呢，你一旦让他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很可能会无限的去责这个特瑞，但是抓不到的话就非常嘚儿了。你看，就是站轻腿克你 ，AB 闪一个抓好了，而且时间对于特瑞来说非常的不利。AB 闪身下盘2点，有点像柳州猛狗的打法。这样的话，我包好的漂亮，稳稳的获得了胜局，起身压一个下重腿。其实不压是好的，因为压下重腿的话，万一对方起身裸一个升龙，自己不就赔了点血吗？所以说还是要闪啊，就是跑，一个字儿我就是跑，知道吗？啊，那就别给我衣服扯坏了。看这个草剃的是一个，应该说打这个克拉克的话，也可以选择去周旋，但是拳脚方面上克拉克不弱。你看他的站重腿、跳 CD、跳重腿、站重啊，这个站重腿、下重腿、下轻手，这都是非常强了。好了，这是一个前冲的下臂起手，站轻手接必杀，原地起跳地鬼步，再鬼过来被刚，腿腕1点，又鬼步，哎呦！这何老二明显是学黄奕，你瞅，这个气儿爆的，我感觉何老二这局应该是放弃了啊，有点啊，站重腿，跳重腿鬼步，你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包王能怕你这个？包王怕你这个？我跟你包王都不姓包，我跟你说啊，包王姓陈，叫陈家洛，陈近南，这包包好了，看看啊，这一集何止？这一集是。被一个克拉克1比3，所以说拳皇这个游戏呢，有时候你说不准，你不是说谁厉害谁不厉害，你比如说你看了这一集，你会觉得哇，这个克拉克好厉害，其实也是偶尔，这种游戏没有像咱们想象当中啊，就是如果要实力接近，可能有时候看发挥就是看发挥啊，就这个意思。来，咱们看看现在这边呢是面对这个大门啊，有一个劲儿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一大门想要翻盘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好了，开局一个大礼包跳地接天地法，幸亏对方啊是一个蹲姿啊被跳重腿打中，否则是接不上这个天地法的。正常的话可以选择一个下跳重腿下轻手来接，头上扶一个站，一个满血的红丸呐，姐姐啊，跟反大成龙小成龙在这里，很多人说，哎，这个红丸为什么不出指令头来抓这个大门呢？说难听点，如果要是玛丽。你这个 bug 阵绝对是不会成立的啊！这个当然后闪身的话，那你肯定吸不着我。为什么红丸呢不怕呢？因为红丸和这个包括像这个什么呢？包括像也不是八神，红丸还有这个龙二，像他俩啊，这个指令头是需要非常近的，所以说没办法啊，这没招了。他这个红丸。这个就是破不了阵，但是最后你可以看到啊，包王的大门呢也是这一次终于是这应该说一展雄风吧啊，朝天脚挥空前吸神系是蓝之山，而这个河池并没有切防的动作，最终呢也是这个他就是人为刀具，他为鱼肉啊。来看3比5，
结束了对方的3连胜。但是何老二这一次居然是仙门模式首发，这一下扯了啊！仙门模式，看看面对红丸，正常来讲呢，大门如果打红丸的话，我觉得不难打，而且包括打这个不是不难打啊，是我觉得稍微的有点克红丸，而且包括这个克拉克，我觉得大门也不难打。下新手站 B，AB 闪身追人，头上符逆向再抓，好的。直接一个震的话呢，刚才已经没有取消的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一个头上符，反身再打一个头上符，没死的话还能再接上一个出云头或者是地雷阵。你看这个 counter 啊，掌握的非常好。2个大门，这一局贺老二真的是非常的占优势，前跳过来一踢朝天，腿绊一点，位置打不到蓝山的啊，头上符被跳壁破，包王节奏比较不错。好了，回身这个地头。有点像懵的感觉，下新手2点下臂，明显着急了，何池啊！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啊，反正我跟他讲过了啊，你这性格是啥也不是，这性格啊，这个明显就是何老二就装逼的性格，还性如烈火。你说性如烈火的装逼怎么装啊？是不是啊？腿绊，大门，这局你克我红丸，我也克你红丸。好的，抓过来。跟反大升龙小升龙，哎，没震，好像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失误，所以说看看颜值起跳踢过来1-2点，头上符确认，蹭一步地雷阵过来再往前压，头上符，这明显是想摇一个这个招，结果呢位置不对 ，AB 闪身头上符，好的，有的时候一个气儿啊，光想着刚 CD 那绝对是不靠谱的，你就总该想着这个怎么去打伤害啊，这才是王道嘛，对吧啊？来看现在面对草地鹰。包王又是占据优势了，这一局反而把克拉克放到最后，2个人排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俩人玩的太他妈龟了。你看他俩你瞅着，何池我感觉这一局慌了啊！这一局何老二可能不抱着赢了，我不玩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跳壁天地反，这家给何池气的呀啊！你别看现在是5比3领先，但是何池好的漂亮，下臂站 A 一个必杀。左右奈落来了，常在夜路走，哪有不遇见鬼的呀？对不对？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对不对？常去逛妓院，那也有中弹的时候啊，你懂的啊。腿绊独乐，啊，这一局说句还有机会。你说看，哎，下重手太傻了，下重手距离太近了，这个位置还不如打一个下轻腿起手呢啊！朝天椒。先轻腿，这一丝血刚 CD 都能刚死。好的，站轻手，4比5。比赛在2比5的时候呢，很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场比赛会一边倒，但是包王莫名其妙上了一个克拉克之后，反而呢这个占据了优势。而第2局呢，克拉克用处呢只是把一个半管血的草地鹰打死。而这一局合适，咱们看一下，放弃了红丸等倍，选择了罗伯特。一个意大利的男孩，据说是拳皇里面最富有的男人啊。好了，特瑞首发来打这个克拉克，绝对是微克一点啊。前跳地又破防，再来一下就破防啦。破防无所谓，咱们看这是要奔着晕使劲啊，破防都无所谓了。重腿步步高，然后直接一个升龙。咱们看一下这个，就算呢他不打中呢，也是要奔着破防使劲儿。其实打破防的特瑞啊，这人是真变态啊！跳 CD 打中重腿，特殊技后把叉，那必晕啊！谁逮谁晕啊！你把大蛇叫来都想一套招打晕都能打晕。好了，直接一个跪，看看站地一脚，男人低色了站壁。好了，再踢，我这不要送死吗？节奏吗？啊，一丝血站壁，哎呀！一切的一切都给算计，我感觉好像这个河池的这个进攻路线已经被这个包王就猜到了。你看前站壁，你想出招不让你出，这个叫以逸待劳，知道吧？我先出招判定在我这儿，你再出招的话，你就没有先手判定，除非是像什么 King 啊那种发招就只有2针那种重拳啊，那种厉害啊。一个也死了，舒当家刚 CD， 前跳一过来逆向，刚过来一脚跳 C 下重手前倾腿，一个也死舒当家流鼻涕。重手距离还是不够远，破防过来跳 C， 你看啊，他打这个跳 C 这个非常安全，你知道吗？打的点都是非常安全的，对方无从还击下手。跳 C 再跳 C 过来，对招1点，升龙一下，好的再出升龙。
何时这一局这个罗伯特玩的很有那种叫什么呢？街霸的那种风格玩法啊。但是呢，这个人物漂亮，踢一脚升龙，好的，这个连招是罗伯特非常经典的连招，打击头，然后呢跳起来，他这是往前跳起手出反摇腿。但是呢就是比较简单，是往后出起手反摇腿也可以，反摇前跳，反摇前引跳，然后出腿，这也能摇出来。但是呢，一定要节奏好啊！野死神毒架逆向站地，是这一脚踢死。大门也没有必要去浪费这颗气儿，然后呢去为自己这个对吧？为自己的生命呢去多一点这个保护，没有必要。站壁踢死他能打你多少血？一个罗伯特能打你多少血是吧？啊，两人都爆气。为下臂确认蓝之山，他这个按理说应该是能抓到的啊，但是好像节奏不太对，然后没有抓住蓝之山，但是好在呢还是抓住了对方。后老二已经被连胜2局了，这一局看看大门还是着急，慌了。何老二明显已经是拼了，这种情况下你明显就是老娘跟你拼了啊！什么这个在防守左右已经打赖劲了，真事儿啊！这3局我发现比就河池连胜3局，包王不带生气的。但是包王连胜3局，我觉得后老二气的就真的是咬牙切齿了啊！真的是咬牙切齿了，真事儿的啊！就跟那王朗就被诸葛亮骂逼了，真事儿了，气死了啊！那种啊，就那种就是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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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就这种啊！大家看他特瑞。这局又是特瑞首发，但是包王好像已经掌握好了这个节奏，下轻手再抓何老二防守出现了漏洞，看看 A B 闪身则起身，下 B 下 A， 但是他轻手呢节奏不好，正常的是下 B 下 A 接抓的啊。A B 闪身看看特瑞呢倒无所谓，他只要抓住一个机会的话，还可以一套招把对方打晕，然后反败为胜，可以的。站逼过来，前偷下盘可是运气不好，落地被抓 ，A B 闪身没辙，下轻手重手接正摇腿，太赖了！你看这一次抓完之后，本身特瑞就一嘴毛啊，感觉自己劲儿的，下轻手站重手，这特瑞明显就慌了，你知道吗？急了，你知道吗？啊，来看看两个克拉克，前跳河池也是选克拉克了，你懂的啊！抓过来一扣，前跳过来，轻手一摸，远距离站地。A B 闪身再找这个机会，前跳 A 过来原地起跳落地，好的再回身一个抓，扣下来之后原地起跳 CD 再卡，后跳地再找机会，两个克拉克好像非常的恶心啊！漂亮跳跃攻击挥空，已经是5比5了，连胜3局，何时这局又是被对方看，哎呀，智商压制啊！我感觉啊，何老二啊。按理说呢，如果说正常打拳皇，包王现在被河池压着，一玩一个小五强，我就觉得河池这心里当然是痒痒的啊。顺便看看这包王到底什么玩法，但是发现包王那克拉克也是劲儿的，你说啊，这都什么套路啊？平台第一克拉克嘛，西安克拉克，柳州猛狗。这都是专业玩克拉克的，没想到包王还留有一手啊，你懂的。腿绊过来一下，下轻你着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被克拉克1v3？我真是劲儿了，我都啊，我真，你看捡过来一下，跳下臂下重腿，下臂下重腿，哎呦我天，下臂。哎，其实我觉得河池他这个正摇 C， 大家伙肯定会认为说河池出这正摇 C 是为啥？我想告诉你，他真是出正摇 C， 他就是出这招的，因为这招比较克这对方的什么下轻腿下重腿的一个招式，他这招有一个让位，哎，可以防止对方下盘起手。经常你看正摇手的时候呢，像这个什么莉安娜呀什么对吧，下轻腿就不好使了。咱看6比5之后呢，这局何老二选择了用东丈，这明显是这个是我臭黄翼附体啊，这是啊。前跳 CD 前跳 D 原来必杀，这么打的话打不晕。当然说必杀虽然说打不死，但是一丝血的话，对于这个东丈来说玩法就不一样了。旋风过来，左右一个抓有援助，这是肯定的。前还是关不进角落啊，关不住人就不行。前又是一个抓，出来吧哥哥，还搁那瞅着呢啊！这种捆技最讨厌的就是对方援助出来救我，那是真的。好的，但时间非常短，看看包王能不能再抓一套。这个升龙腿太假了，你河池，我感觉好的，走看包王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河池挺气人，但是我告诉你，包王这一局赢了。我说赢了，其实也肯定不是赢啊，主要是他利用2个升龙腿把自己的2颗气儿加出来，这一点大伙发现没有啊？这包王这个心里这个小99，这家算的啊，这真是。这是算计的，我感觉包王是谁如果雇包王以后给他当那个什么掌柜的啊，这掌柜不行，当那个什么会计，那就妥妥的记账员啊，这家算的啊，真事儿啊。好了，又是一顿拳脚。红丸的战臂站重腿，这个有站重腿有一个位移嘛啊，有这站重腿就是给人一种扫堂腿的感觉啊。看看2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2个气儿，包王稍微占一点点优势，有气儿方面上啊。回旋一高，下臂挥空，哈，这又是大门的玩法，经典玩法啊，就是下盘挥空抓，就好多人都有这招，包括像玩龙2也可以，跳臂下盘2点。好的，看看特瑞的血量不是很多，所以说不是没有这个红丸多，所以特瑞呢一定要想办法去占据优势，一个低短升龙，这个升龙呢打得非常远，但是呢伤害并不高，漂亮来了。但是只接了一个大灌篮，刚才这个位置上可以接这个必杀的。咱们看一下啊，下盘里3点直接撞，如果接必杀的话啊，这个包王就跪了啊，就直接嘎必打了。但是没接，落地站重手的时候呢，明显是打对方刚 CD， 这是虚晃对方后手刚 CD， 然后呢被骗，直接能一个能量冲撞先先升楼。6比5之后连胜4局的包王，看来是要被河池开荤了嘛啊！重手一摸一个撞，再一个撞，变成打了一个跳 CD， 后跳地直接一蹬。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啊。好了，看6比5，2个人打成了这个局面。河池呢这一局其实也并不稳赢啊，因为大门你懂的啊，大门这个人，尤其是2个人血量都差不多。河池呢只是在气儿上有优势，下臂确认，回身一刚，左右想要抓，但包王防守非常的严密啊，看看啊，朝天脚前跳地，哎呀，这是一个苦肉抓。这是拳皇助庆好点，这个地图 bug 阵是最不稳的啊！朝天脚前跳地，原地起，这要不就死了吗？哎，河池并没有出抓，刚才还不如直接重腿接抓呢。好在最后呢，结局还是一样的，回身一个天地反打中，这样的话比分是来到6比6。这哥俩啊，这哥俩明显就是啥呢？就是你给我1巴掌，我给你1巴掌；你给我2巴掌，我给你2巴掌啊！两人肯定是要揪住啊！劲儿的，你懂的啊。好了，看看现在呢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候了。河池呢还是选这个特瑞啊，不是这个东丈这个人，哎，包王上草剃呀，我也是醉了啊！你这不有点班门弄斧吗，小伙子啊？草剃这个人，我觉得他是最不，就是如果用草剃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最不会归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归。这人归起来不厉害，知道吧？啊！好了，看看，哎呀，这个必杀也是醉了啊！前跳地，左右一个抓，哎呦我去，这样踢一顿大膝盖啊，也是没谁了。过来，再次的一个小 C 头，荷兰2玩这个 C 头上瘾。而且你看啊，如果要是搁你的话，你拿你的这个膝盖一直点对方的阳部，想想都疼啊！你给自己的膝盖再绑上个什么摁钉，不是摁钉啊，绑上个那个像那个打橄榄球那种护膝，上面再整点刺儿啥的啊，挤公交车专用那个刺儿，我真就往那一顿猛啐，给人蛋都扎漏了啊，你懂的啊！好了，站臂过来。明显这个一顿旋风，这荷兰2现在也开始啊学会关角落，哎，又是旋风啊！这个旋风打的人不疼，但是就是磨你重少剑锋。包王使用这个自损8000毁敌100的这么一个作用，反正就是为了打死这个残血，付出了不少代价啊！看这局红丸不到半管血，被一顿阿里 K 卡啊打懵了。特瑞踢过来下盘一个撞。就打包王，如果你不能把包王的龟壳打碎，那你会死得很惨。一旦你把他龟壳打碎了啊，那是绝对的啊，那就他就不会玩了啊。一个莱丁肯过来之后再找，站臂再踢一丝血。我跟你说，包王就是
他就是有一丝儿血，他的玩法也是不会变的。哎，就首先要把你打着急，你一着急，你知道吧？啊，对吧？你懂的啊，那机会不就来了吗？来的啊！好了，回身一杠，看看大门，前跳地被升龙顶回去。特瑞暴气呢，在远距离找这个机会，连续下盘摸前跳飞回身被刚，大门在左盘找这个机会，又是一个压制型升龙，这个升龙玩的好恶心的啊！站住手，一个架招，架过来之后原地起跳地蹬一脚，远距离再找这个机会，大门，特瑞在一个暴气，怎么去找？前跳过来再顶，前后撩踢一脚站臂再往前拉，哎呦！这个是本年度最佳骗 CD 反了吧？很少能看见下重腿骗 CD 反击，我去！这包王这明显看见砰的一声，包王整个心都凉了啊！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给他就一个人就明显就包王给他野外烧烤呢啊！给他烤了半天，发现自己没带他妈盐，我跟你说啊，没带他妈烧烤酱，你说多惨呐！好惨呐啊！你这种就烤全羊没带盐巴那种啊，你这就是很多人说没带也能吃，淡点无所谓。你烤没带炭啊，没带打火机钻木取火的，漂亮，要约一下，哎。然后看这一局，应该说面对特瑞的话也是，不是特瑞，面对这个东丈的话呢，包王好像有的时候。反正是他防呢，也是不太会防，但是毕竟啊，他还是有这个周旋的余地。前面呢，你看这个东丈打的是挺狠，但是呢，最终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红丸的这个游走能力啊，还是这不是游走，就这种，这不叫游走，这也不叫防守，这叫什么呢？牵制能力啊，或者说反牵制能力啊，非常高的。红丸这个人物呢，就是比较简单。你看小的时候，很多人都玩红丸。对吧？这个当然很多人可能小时候不太会这个下轻腿接必杀，但是裸杀很厉害呀，我也不需要下轻腿，我裸碾啊。再有就是这个人确实狠，什么招都有，升龙啊、指定头啊，对吧？等等的啊。所以说用起来呢，虽然说简单，但是越简单的东西啊，它就越难操控嘛，套路也少不是啊。6比7之后呢，看看这一局，包王呢是一个红丸首发，占据了一点点优势。重新上马力之后呢，看看能不能再打回比分，因为毕竟对方现在再次的超出自己的这个1分的分差。看看蹲过来，前拆头，后跳地再找站臂的一个机会，左右。你看包王什么时候都是不乱动，也不出招，就跟他蹲着，忍啊防守，该出手的时候就一个站臂，你一手下臂，你就等，你这何时没招了？哎，来了，这一下子虽然说没有连招。虽然说没有连上，但是明显包王也是在想出招的一瞬间啊，就觉得又来了，同样的一个招式，第一次虚晃下重腿，那下重手，那算看不是连招啊。第二次是虚晃下重腿，原地起跳的重攻击啊，这种招式呢，就是说白了就是骗 CD 的，骗 CD 骗下重腿的，比如像打猴子呀、打包子呀，啊都可以，打玛丽也可以。人家一蹲，在蹲姿的时候跳 CD， 明显不是在蹲姿的时候出站 CD， 明显就下重手嘛啊！跳地过来没出抓，前跳头上扶，重腿挥空一个站，前下轻手。我是说好惨呐，你懂的啊！重腿挥空再次的一个站，看看远距离，你这个起身的时候乱动啊！我想想也是醉了啊，弄小了吧？看看两个大门，爆气之后前站臂，远距离再找前跳地回身。朝天大教站重手，好的，哎呀，这两下包王好疼啊！站臂再来，何池呢转到防守方，朝天脚再踢一个爆气，包王现在血量非常少，后撩踢，朝天再跟贺老二吃亏了。哎呀，不玩喽！看看这个我包啊，你这玩的真是朝天好的。好了，看看能不能再抓住一点机会下臂 ，CD 取消，被刚 CD 打中，前跳地天地 bug 震，后 CD 震头，哎呀，再爆气呀！这一下7、5、3 T 啊！哎呀，好，我是说好惨呐啊！我是说好惨呐！7比7平，两个人，这两个好基友啊，我觉得有点没谁了啊！这真是劲儿的，你说啊，
招谁惹谁了呢？你说啊，真是的啊！好了，看看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抢3的比赛。到底谁能够获胜呢？咱们看啊，这一局豹王的开局没有上红丸，选择了玛丽首发 ，Mary。就是看到豹王玩那个玛丽啊，这玛丽连曼森连乐队都解散了啊！你这还怎么玩啊？你说啊？原地起到虚晃，你瞅这贺老二啊，明显这打法跟那个大小威廉姆斯姐妹似的啊！那这都无敌了，你说好了，再来，前原地起跳又想晃。还想骗 CD， 前左右一个头，原地起跳再跟，这个升龙是无奈当中的招式，没办法了啊！他知道对方一直在防守，顶多是架他，这是要中招了，必杀！哎呦我的撒，就震啊！你看这个话说啊，我包呢，其实我包在就控制的情况下，他进攻型控制呢还不行。他就是防守型控制啊，就特别好。好多人说我包龟，其实呢，说句实在话啊，就是防的好啊，你跟龟没关系，就是我擅长防守，对吧？你这能说龟吗？你金钟罩铁布衫，对吧？对吧？你这个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啊，步步高过来，原地起到空防。其实啊，如果玩的话不带空防的话，那真是啊，前后啊叉，前反摇臂。是，哎呀，不放过任何一个粘血的机会啊！站臂一脚，想摇，你看你刚才何时想摇升龙，最后还是忍了啊！好了，这次出了一个升龙，确认对方起跳非常准，气功过来，这个气功打康特还能再接招呢，大伙儿这个要记住这一点啊，能接招。前，哎，刚才如果要是升龙的话就好了，时间会给我答案。好啦，这一局明显就是小样，哼，跟我龟啊！你不知道我是那个火龟吗？啊，那真是没谁了啊！看看大门，前跳地，回身一刚，大门的反3是，哎，这个架招感觉啊，明显就是设计了一下啊，前跳 CD 再前跳过来，气功要破防。果然是在气功的时候，大门居然是前跳了，没想到这个特瑞居然是这么敢出这个气功。说句实在话，连出气功呢啊，这个很危险。八神也一样，连续的挖欧斯也是一样的。跳地过来天地反，看看后反摇臂，直接一个震，再找这个机会，后跳地一拉，前跳地再跟。这一个玛丽明显这开局白送吗？不全白送的玛丽吗？啊，不敢架招，回身再刚。站臂一脚，玛丽呢不敢出架招的话，有的时候啊，这个出架招呢，你不你这回出已经不赶趟了，小伙啊，人家血比你多的话，人家玩法就可以稍微的贵一些。说实话，这个架招这个架招明显就是无奈当中的举措了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出架招呢确实很危险，尤其是重腿架招确实很危险，但是。这个咱们有一句俗话叫出奇制胜嘛，对吧？啊，人家越想不到的东西，你悄摸的出一个，能达到这种奇效。你看这种情况下，包王明显是反3的局面啊。回身一刚，朝天大交。哦，好的，落地天地，后 CD 再震。哎呀，感觉贺老二的 bug 阵确实不太稳呐。下臂过来，朝天大脚前跳地。爆气不爆了，就是这回伤害方面啊，好的再爆，忍一脚前跳 CD 再前跳落地，想要抓头上符，好的，刚 CD 打出康特肯定是要头上符的，这个位置打康啊，如果要是反应速度快的人，还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刚 CD 头上符，然后再打一头上符，然后呢这个反摇臂前一个，或者是反摇臂下重腿一个震，也可以啊。这比分是7比8，何池呢再次的获得了领先的优势。两个人选人的话，除了特瑞不一样啊，特瑞和红丸不一样之外呢，其他人都是一样的，跟刚开始选的角色差不多。看看玛丽连续的前跳下臂过来往前踢，其实刚才那个位置可以抢抓的啊，不能轻易闪身，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完了，晕了，这下别扯了，反摇臂跳臂，哎呀，居然没晕。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啊，差一丢丢了。下臂3脚前左右 C 头，
哎呀，这个明显骗，如果是原地起跳的话，刚才就骗到了。还好呢，最终结果还是一样。感觉如果按照这个发展下去的话，很可能何时会7比9获得本场比赛的赛点。然后我包就有点傻了啊，可能这个连胜3局不太稳。下臂过来回身一刚，看看再找这个机会回身打过来，左右前前反摇，这是我 CS 啊。这招经常吃亏，你没发现包王给人一种好像前想要打反手的感觉。前跳逆向，回身背刚，原地起跳蹬一脚，再蹬，原地起跳再蹬。哎呀，真是气人！跳第一脚，原地起跳，好的，空中再抢一点，升龙摇一下，下臂3点一丝儿，就一丝儿血呀。好的，最终还是选择钢 CD， 但是红丸的钢 CD 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啊。红丸钢 CD 非常另类，包括像特瑞，咱们之前也说过啊，你像这个，你像特瑞的钢 CD 是最另类的啊。特瑞钢 CD。他是属于站重腿型钢 CD， 非常嘚儿，你知道吗？啊，两个男人低色溜，升龙一点，感觉何时的马力有点不行啊。他这马力就是白给白送啊，这不都是啊？跳臂在前跳，一顿下轻手虚晃，想要抓玫瑰啊，想都能想到这肯定是要被偷。不过包王打得非常谨慎，所以说刚才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原地起跳下臂3点，哎呀，升龙，大升龙呢是可以把对方打倒。包王有他的想法，如果你要是下盘2点，你要是接必杀浪费气儿啊，或者说你要接反摇手的话呢，危险。刚才那个位置在角落里，人家往回跳的时候，马力一个站臂接升龙，你也很危险。唯一的这个好处可以升龙把人打倒，虽然说打血不多，这就属于那种98式的玩法啊。98的话下轻腿接升龙腿啊，重腿，站臂一脚，看看怎么个情况。头上扶有 counter， 但是没打中。下盘3点，大门呢也是在考虑自己的气儿的问题啊。头上扶好的一个阵一丝儿血呀，前跳 CD 原地起跳被勾中1点，前跳逆向反跳踢过来一脚，最终大门也是忍不了了啊！这个钢 CD 再不用，那很可能就是让对方给羞辱。而且本身这一局可以看到啊，对方是3颗气，这个同样是大门啊，气儿比你多，你心里就是不好受，绝对是这样的。看一个爆气，站臂过来，重手一摸。哎呀，这是一个跳重腿挥空式的蓝之山，这一下扯了。后来之后，看看在前跳，又是蓝之山啊！一言不合俩蓝之山呐、啊，这何老二心态一下就崩了啊！明显就是我他妈，就感觉就你是武松，我是虎啊，那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说切克，我说闹，来看看这么好的一个开局，这样的话2个人打成了8比8平葫芦娃啊！这包王说，像我这么屌的还有6个啊！这包王是那个6王啊，就是这明显是隐身王啊！来看看再次的造成平手，咱们看一下最开始第一次平手2比2，第二次平手是6比6，然后7比7，然后8比8，再然后就是9比9是吗？啊，99重阳，实在舒服啊！又是红丸对特瑞，哎呦我这个空投太狗了啊！重腿一个没事打你大姑妈，站臂一脚。哎呀，这个跳 C 其实很危险。前跳逆向回身忍一脚，下臂2点，没事又是打他大姑妈，原地起跳臂再来，这要打晕呢，哥哥！回身一刚前，这跟晕不晕已经没有关系了啊。但是很多人是问这个红丸身上什么东西晕值最高？他正摇腿晕值特别高啊，就一个顺踢，晕值是最高的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对于包王来讲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只能说何老二啊，就你可长点心吧啊！每次都领先，每次又被反超，下轻手腿把，草地精，前倾腿。其实放弃这个马力是好事啊！你看何老二马力根本不会玩啊，就那种感觉上啊，说句实话还是有2线实力的啊，只是玩起来没有像叶枫这个什么小鸭那么猛，就是原地起跳，你看这明显就克逼了，真事儿啊！这明显就是你是火，我是水啊！我难不成我能力就克你啊？这金木水火土啊，明显就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你克我啊！前跳 CD 逆向啊，跳重腿如果打得再晚点的话，可以选择下盘4点接必杀，你懂的啊！下盘4点这个轻腿的话，也是非常变态。
大门爆气之后，好了，前天天地反，跟反大升龙小升，哎，这什么手法呀？逆向再跑再抓，跟反大升龙小升龙，必中啊，这是必中的。前跳地下盘3，接个必杀吧，你接个必杀吧，小伙儿啊！其实我觉得包王这么排还真是不太合适，因为他红丸嘛，咱就不说他长气儿速度快与慢，你看他现在是3颗气，但是往往啊，这个人还是比较消耗气儿的。他如果排在女性角色的后面的话，红丸是很占优势的啊，你懂的啊。看玛丽一个暴气过来，后拉重手前，哎呀，为什么接这个必杀呢，小伙儿啊？明显包王现在可以随便玩了啊！这种情况下就是老娘不跟你嘚瑟了啊！来看看9比8，包王居然是反超，而且这一局呢，相当于这个差一点就1v3的局面啊！当然说确实没有1v3啊，9比8，何老二现在心情非常压抑。他难道想选没有就拳皇里面没有眼睛的女人啊？一个没有眼睛的女人啊，他怎么能抓得准呢，小伙儿啊？好，来看看这一局。这一局的话，仙门模式，刚才咱们也是看到仙门模式了，你懂的啊。前跳 CD 过来，没事打大姑妈，就是气。哎，红丸这个人就在对方没有气的时候啊，没有气儿的时候啊，摇这个反摇重手啊，是真气人的啊。说句实话，磨不了多少血。但是磨你的时候，你在忍着，你看，你气不气狗？不，气不气人？你说啊？来看看这前跳地，左右站地，原地起跳。哎呀，这包王这么玩，我这太虐心了，我看不下去了啊！何老，哎，好漂亮，2点，前抓他一个蓝之山。好了，当我没说过啊。这个你懂的啊，看看怎么个情况。好了，下盘2点，直接一个来丢根，3点来丢根啊！原地起跳，再找机会，落地下盘。好了，这升龙1点打的是真准啊！前跳过来一抢，再找这个机会。这红丸，你看看这红丸多气人啊！哎呦，我就这2局红丸玩的是真恶心，真好啊！他也不是那种暴力红丸，你像是龙王爷，像什么那个鸭王，这都是喜欢爆气，然后就来丢根那种，就看起来过瘾。那这种看起来真是过不过瘾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我是好恶心的啊！站壁一脚腿把，何老二如果说能靠玛丽翻，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他玛丽能翻盘？好的。虽然说我不相信，但是还有机会。前原地起跳臂打对方蹲防，非常漂亮的一个切入局面。那这种情况下反3能不能有机会？咱们看看面对大门和玛丽，这多嘚儿啊！你懂的啊。前跳地空防1点，轻手再前跳过来，各种左右站壁升龙，漂亮。再左右前跳 C 回身一刚，捡起来大门，很有胆儿，这就完了。这一个升龙没读准，这个升龙没读准就醉了。震完一下，后跳地空中一抢，升龙再震，前左右，好的，后跳 CD 打中1点，又是一个前跳地。这样的话呢，最终呢是包王啊，应该说在2比5落后的情况下一路直追，而且呢最终呢是获得了胜利。说句实在话，打小5强的话呢，这个何老二确实，这个跟包王打，又是包王的气人，你知道吧？没招了，有本事打主力是吧？啊，当然最后呢，结尾也是下期的预告，来自于咱们星云小孩和一个这个民间高手的一场实力，也是非常精彩，打出了这个华丽的水平。如果大家伙支持小狼的话，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来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